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言落成语，遇逢重光》故事解说。林家的算计早已谋划许久，他们迫不及待要送走不会说话的二小姐林之言，想用她的婚事换取家族利益。林之言看着步步紧逼的家人，心底一片寒凉。他清楚，林家终究是等不及了。看透林家凉薄本性的他，心底暗自盘算，不如拿着林家的钱彻底离开，往后好好生活，不再任人欺凌。他的脑海中一直记着一句特殊的预言。天会下雨，你的眼睛也会好起来。这句无人当真的话，藏着林之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长久以来，林之言独自住在乡下，陪着年迈的奶奶生活，日子平淡安稳。祖孙二人相依为命，是他唯一的慰藉。可这份安稳，终究被林家彻底打碎。这天，林家来人蛮横闯入乡下小院，执意要带走林之言。奶奶立刻挺身而出护住孙女，厉声质问对方来意。林家来人毫不掩饰，直言要将林之言带回林家，顶替娇养的大小姐林月月，嫁给陆家失明的少主陆怀玉。在他们眼里，不会说话、无依无靠的林之言和失明落魄、深陷困境的陆怀玉是天生一对无用的废人。奶奶满心悲愤，当众控诉林家的绝情。当年林之言的父亲嫌弃女儿失语累赘，连夜将刚出生的她抛弃在乡下。是奶奶心善将他捡回，10几年悉心疼爱照料，如今林家却要强行夺走他，让他替林家掌上明珠跳入苦海。林家众人全然不顾奶奶的阻拦，态度嚣张强硬，直言此事不容任何人反抗。他们更是拿奶奶的性命要挟林之言，倘若他敢反抗，不肯顺从，留在乡下的奶奶便会失去安稳日子，性命堪忧。为了守护唯一疼爱自己的奶奶，无依无靠的林之言只能强忍委屈与不甘，无奈妥协。回到林家后，父母更是颠倒黑白，对外谎称是林之言不懂事，无故咬伤林月月。面对家人的偏心污蔑，林之言无力辩驳。父母当即下令，让他次日顶替林月月嫁入陆家，还放出狠话：若是他敢闹事，或是婚后被陆家退回，便立刻对乡下的奶奶下手，绝不留情。为了不让外人看林家笑话，下人奉命打理林之言的仪容，全程毫无半分善待。这场婚事自始至终满是敷衍与算计，林家省去所有送亲礼数，从未将她视作林家正经小姐。陆家也未曾重视这场联姻，从头到尾，这只是两家草草了结人情的走过场。所有人都知晓，陆怀玉失明之后性情暴戾孤僻，根本不会真心接纳这场包办婚姻，更不会善待顶替出嫁的林之言。婚礼当夜，双目失明的陆怀玉亲自前来迎亲，他看不清眼前的新娘，只轻声示意林之言牵住自己的袖口。陆怀玉缓缓吐露自己的软肋，他天生惧怕黑暗与封闭的环境，如今双目失明，终日深陷黑暗，满心不安。他温柔安抚林之言，承诺绝不会伤害他。他早已看穿两家的算计，清楚林之言是被家族逼迫，身不由己，才卷入这场荒唐的联姻。陆怀玉满心愧疚，向林之言真诚致歉。他坦言自己如今失明失视，不仅失去了观眼事物的能力，连陆家少主的地位都岌岌可危，自身尚且朝不保夕，根本算不上良配，是自己连累了本该无忧无虑的他。为了弥补亏欠，他当即许诺，次日便安排人悄悄送林之言离开。他打算为林之言办理全新的身份，寻访天下名医，为他诊治病症，让他彻底摆脱过往的束缚，去往任何想去的地方，从此不再受人欺凌。从小到大，除了奶奶，从未有人这般温柔体谅地对待自己。陆怀玉的善意彻底温暖了林之言孤寂多年的内心。林之言始终记得那句预言，也藏着自己的秘密。他并非天生失语，只是自身拥有特殊能力，每次动用都会极度消耗心神，加上自幼情感淡薄，不善表达，才常年沉默不语。此刻他心中下定决心，绝不离开陆怀玉。他看得出陆怀玉心性善良，或许借助他的力量，自己就能带着奶奶彻底脱离林家的掌控与欺压。相处之间，陆怀玉察觉到林之言为动用能力伤及自身，满心心疼，反复叮嘱他不要再肆意消耗身体。他郑重许诺，这一次是林之言护了自己，往后余生换他拼尽全力守护林之言。温馨的时刻转瞬即逝，陆家下人匆匆赶来催促，告知吉时已到，老夫人正等候新媳妇前去敬茶。入夜后，陆家偏宅曾突发大火，诡异的是，全府下人无一呼救，无人灭火，任由火势蔓延。可到了敬茶行礼的规矩时刻，这些下人却变得格外殷勤，前后反差，尽显人心险恶。陆怀玉早已看透府中人心，主动陪同林之言前去行礼，心知一场暗流涌动的好戏即将开场。抵达厅堂后，他见一旁佣人趋炎附势，毫无规矩，当即冷声斥责，直言陆家容不下无礼佣人，直接下令将人赶出陆家。周遭旁人纷纷恶意议论，嘲讽林之言命格过硬，昨夜偏宅大火肆虐，众人惶恐不安，
唯独他安稳熟睡，毫发无伤。紧接着，便有下人上前刻意刁难，勒令林之言跪地向老夫人敬茶。就在林之言即将屈膝的瞬间，陆怀玉立刻出声阻拦，态度强势坚定，直言自己的妻子无需向任何人卑微下跪。老夫人见状，心生不满，当众发难追责。她直言，原定嫁入陆家的是林家娇养的林月月，绝非眼前这个不会说话、身世卑微的林之言。原本预备给正统孙媳妇的玉石见面礼，她也顺势收回，直言非原定之人，不配领取这份礼物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刻意苛待林之言，下令让他独自打理荒废偏僻的偏院，日日清扫劳作，以此磨练心性，磨平性子。面对老夫人的当众羞辱与刻意刁难，陆怀玉依旧强势护妻。他坦然告知众人，林之言是自己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今日前来并非为了求取见面礼，而是要拿回母亲生前遗留本该属于自家妻子的专属遗物。陆怀玉的强硬态度彻底激怒老夫人，当场怒斥他放肆。陆家二少爷陆子初也顺势上前阻拦，言语间满是轻蔑嘲讽。他声称陆家先祖遗物是家族根基，无比珍贵，林之言目不识丁，出身普通，根本没有资格触碰。众人都心知肚明，陆子初是想趁着陆怀玉失明失势、权势旁落的机会，私自霸占这份珍贵遗物。陆子初当众肆意嘲讽落魄的陆怀玉，直言昔日风光无限的神眼天骄早已落幕。如今的陆怀玉双目失明，一无所有，早已不值一提。如今的陆家全靠自己支撑，他的官眼术炉火纯青，从无差错，远胜落魄的陆怀玉。陆家一众旁支长辈纷纷站队陆子初，当众贬低林之言，说他眉眼寡淡，气色沉冷，毫无望家命格，撑不起少主夫人的身份，还断言陆怀玉此生彻底被毁，再也无法重回巅峰。这些嘲讽贬低的话语，林之言在林家10几年早已听惯，内心早已麻木。可陆怀玉却因众人羞辱自己的妻子而动了怒火，气场冷冽逼人。他精准看穿陆子初的破绽，直言他脚步虚浮，眼底发青，近期杂念缠身，多行不义，做了诸多亏心事。陆怀玉缓缓道出官眼术的真谛，官眼察事，预判祸福，靠的是静心通透与细致观察。陆子初心术不正，私欲过重，一辈子都学不透这门本事。他冷声警告陆子初，越是刻意遮掩龌龊心思，越容易暴露破绽。他最该畏惧的，从来不是自己的眼睛，而是他亲手做下的种种恶事。陆子初全然不信，出言嘲讽陆怀玉，即便复明，也再也回不到昔日巅峰，不过是靠谎言虚张声势。族中长辈连忙出面打圆场，制止兄弟二人争执，再次追问遗物归属，逼迫陆怀玉妥协。僵持之际，老夫人突然改换态度，刻意示好，连忙让人取出遗物，假意温和地表示，既然陆怀玉双眼已然恢复，陆家少主之位依旧归他所有，当即吩咐下人召集族老，商议重定少主事宜。在场众人尽数看清陆家趋炎附势的嘴脸。陆怀玉失明落魄时，全族百般羞辱，肆意打压。如今他双眼复明，有望重回巅峰，众人便立刻谄媚讨好。即便如此，仍有长辈心存疑虑，私下议论陆怀玉势力虽复，顶尖的官眼预判能力未必能够复原。如今陆家官眼术造诣最高的是陆子初，少主之位不该草率定论。三叔公当众提出质疑，话音刚落，陆怀玉便精准预判危机，出声提醒他头顶水晶吊灯左侧链条已锈断3根，他端坐的位置正对吊灯下方，方才拍出震动，已然让灯具晃动，片刻后便会坠落伤人。三叔公勃然大怒，认定陆怀玉当众诅咒自己。可在场众人无不震惊，感慨陆怀玉眼力惊人，这般细微危机都能精准看破，造诣远超常人，就连陆家先祖在世未必能做到如此精准。众人瞬间明白，若非陆怀玉及时提醒，三叔公必定难逃重伤，侥幸捡回一条性命。陆家官眼术的核心便是察细微，预判死结，规避灾祸。可陆子初依旧不服，强行嘴硬，认为只要提前躲避，危机便能化解。陆怀玉的预判毫无意义。一众下人旁支也纷纷附和，直言官眼术只是经验眼力，并非通天法术，只要刻意规避，便无需惧怕灾祸。看着众人执迷不悟、自欺欺人的模样，陆怀玉心底了然，当众立誓，当年致使自己失明落魄的所有旧事，他定会逐一彻查，还原真相。林之言清楚知晓，陆子初处处针对陆怀玉，皆源于深入骨髓的嫉妒。陆怀玉自幼天赋卓越，万众瞩目，是陆家既定的少主与神眼天骄。而陆子初只能活在他的光环之下，常年被忽视冷落，日积月累的落差让他的嫉妒之心彻底扭曲。林之言心知，陆子初真正躲不过的劫难，从来不是预判的天灾，而是他心底根深蒂固、无法根除的恶念与私欲。风波落幕之后，陆怀玉贴心照料林之言的生活，为他安排好住处，自己独居隔壁房间，悉心呵护他的情绪。他时常亲自下厨做饭，温柔叮嘱他慢点进食，生怕烫到他，还轻声许诺往后每日都为他下厨。
随后，陆怀玉将母亲遗留的珍贵遗物正式赠予林之言，宣告此物从此归他所有。闲暇之余，他会带着林之言外出散心，共赏海岛晚霞，耐心规划二人的未来。他主动提出会认真学习手语，用心读懂林之言所有未曾言说的心意与情绪。另一边，落败的陆子初满心不甘，彻底崩溃。他怨恨命运不公，从小到大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天之骄子陆怀玉身上，自己永远只能屈居人后，无人问津。好不容易等到陆怀玉失明失势，自己掌控陆家权势，他绝不接受陆怀玉再度复明，重回巅峰。陆子初滋生出疯狂的执念，他坚信陆怀玉能复明一次，自己就能让他再次彻底失明。可执念太深，终食恶果。很快，陆子初双眼骤然剧痛，瞬间彻底失明，陷入黑暗。惊慌失措的他连忙嘶吼着传唤医生，全然无法接受自己失明的结局。风波平息后，陆怀玉带着林之言启程回门。途中临时改道，前往城郊下村，打算接林之言的奶奶前往陆家赡养。见到奶奶的瞬间，林之言满心担忧，连忙询问奶奶的身体状况，担心她独自在乡下受委屈，被人欺负。奶奶见到孙女平安无事，满心欢喜，反复叮嘱她在陆家好好生活，切勿受委屈。陆怀玉诚恳上前，告知老人乡下湿寒过重，不利于休养，自己早已打点妥当，安排好舒适住处与专人照料，恳请老人随他们返回陆家安享晚年。奶奶顾虑重重，执意不肯前往。她深知陆家局势复杂，是非繁多，不愿自己拖累孙女。只要林之言过得安稳，自己独自终老乡下也心甘情愿。林之言见奶奶执意拒绝，当即跪地不起，态度坚定地表示，奶奶若不肯随行，自己便长久不起。陆怀玉随即郑重表态，林之言是自己的妻子，他的亲人便是陆家贵客，自己的长辈，理应安享优待。奶奶见状，再也无法推辞，最终答应跟随二人返回陆家，彻底离开贫瘠的乡下，不再回归凉薄的林家。不久后，陆家举办盛大晚宴，广邀全国名流世家，打算借此机会官宣昔日神眼天骄陆怀玉摆脱失明困境，重回巅峰神道。宴会之上，豪门权贵齐聚一堂，众人纷纷热议这场陆家盛事。初次公开露面的林之言无人相识，众人见他沉默不语，纷纷恶意揣测，认定他是陆家地位低微的佣人。林月月趁机上前，假意亲昵称呼她为姐姐，刻意嘲讽她狼吞虎咽，暗讽陆家苛待她，连一顿饱饭都不愿供给，肆意抹黑林之言与陆家的名声。宾客们满心疑惑，不解素来高冷疏离、不近人情的陆怀玉，为何会对这个沉默普通的女子格外特殊？众人这才得知，陆怀玉早已悄然成婚，只是当年落魄失明，婚事未曾对外公开。面对周遭的非议与嘲讽，陆怀玉全然无视，满心满眼只有身旁的林之言。察觉到他未曾吃饱，他温柔轻声询问，许诺宴会结束后亲自回家为他烹制美食。在场众人目睹这一幕，无不震惊。人人皆知陆怀玉性情冷冽，高高在上，从未有人见过他这般温柔体贴、宠溺温情的模样，彻底打破了众人对他的固有认知。随后，陆怀玉当众牵起林之言的手，郑重向全场宾客介绍，这是他唯一的妻子林之言。林家众人见状，立刻上前攀附关系，强行将林之言归为林家二小姐，想要借着陆怀玉重回巅峰的荣光沾取利益。林之言心底满是嘲讽，从未被林家善待，从未被家族承认的他，根本不认可这个虚假身份。陆怀玉更是强势护妻，当众斩断林之言与林家的所有关联，直言林之言唯独本名，林家从来只有林月月一位独女，从未有过第二位小姐。林家众人瞬间慌乱，连忙颠倒黑白，编造说辞，谎称林之言本是林家血脉，幼时意外走失，近期才被寻回。当年陆林两家的婚约本就属于林之言，只因他失踪失联，才让林月月暂代。如今林之言归来，善良的林月月便主动让出婚约，以此弥补亏欠。寥寥数语，林家便将当年狠心弃女、算计联姻的恶行，美化成温情弥补的善意。在场宾客个个心知肚明，却无人敢当众拆穿。所有人都想攀附重回巅峰的陆怀玉，求取珍贵的官眼预判机会，没人愿意冒着得罪陆家的风险，为林之言伸张正义。无视众人的权衡算计，陆怀玉掌控全场，当众坦言，陆家这场晚宴虽对外宣称庆贺自己重归神道，却并非他的本意。借着全场世家齐聚的契机，他重磅宣布，即日起彻底剥离陆家所有身份，与陆家断绝一切牵连，再无瓜葛。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。陆家长辈气急败坏，怒斥陆怀玉是忘恩负义的逆子，指责他深流陆家血脉，不该过河拆桥，背弃家族，还搬出他逝去的父母进行道德绑架，质问他如何对得起先人。面对长辈的苛责与绑架，陆怀玉眼神清冷，当场反问老夫人，自己父母当年意外离世的真相，他心知肚明。
老夫人被戳中隐秘，瞬间慌乱失措，厉声制止他继续言说。事已至此，陆怀玉不再隐忍，直言今日群雄齐聚，正好当众清算陈年旧账，揭开所有真相。尘封的黑幕被层层揭开，陆子初彻底慌神，疯狂否认一切，大喊证据皆是伪造。老夫人见状，连忙让人将心神大乱的自己搀扶离场，避免场面彻底失控。彻底撕破脸皮的陆子初当众崩溃嘶吼，控诉是陆怀玉心狠手辣，暗中报复，刻意害瞎了自己的双眼。陆子初崩溃道出当年真相，世间仅有他一人持有一种无色无味的特制秘药，当年正是他用此药暗中加害，才弄瞎了陆怀玉的双眼，夺走其少主之位与天骄荣光。前几日陆怀玉为他观眼，预判他会失去最珍贵的东西，他刻意规避了所有意外，却依旧突然失明。他认定这是陆怀玉偷走秘药，蓄意报复。在场众人听完原委，瞬间恍然大悟，彻底看清陆子初颠倒黑白、阴险恶毒的本性。众人纷纷反驳，直言观眼术只是预判灾祸、警示风险，绝非害人手段。陆子初作恶多端，心术不正，落得失明的下场，纯属咎由自取，根本不能怪罪预判祸福的陆怀玉。即便众叛亲离，真相大白，陆子初依旧执迷不悟，执意认定自己是被陆怀玉报复陷害。陆怀玉神色淡然，从容道出最终真相。他当日并未言明具体灾祸，陆子初的劫难并非人为暗算，而是他毕生作恶，害人害己招来的必然报应。自己今日所为，不过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让他亲身感受自己曾经种下的恶果。